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彭斯确认拜登当选，川普承诺有序交接那么临别一击，联合国大使访台，然后是习近平听汇报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那么在1月6号继续恢复对这个清点选举人票的程序在此之前，美国国会大厦被川普支持者冲击那么整个的运作中断了6个小时那么6个小时之后那么就继续这个程序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一个选举程序，必要的选举程序那么主持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是副总统彭斯彭斯在这个恢复这个点票程序的之前发表了一段讲话，他这么说，他说国会必须按照宪法完成对大选结果的认证程序，在遭受史无前例的暴力和破坏之后，国会又恢复了议事日程，让全世界再次看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复原力和毅力他这番讲话受到了在场议员们的热烈鼓掌那么1月6号是昨天1月6号下午1点钟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准时召开，那么清点这个选举人团的这个投票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整个的程序从头到尾讲一遍，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怎样的我还是觉得在这次美国大选当中，我们要把它当做一个对民主程序的认知程序正义非常重要1点钟准时开那么按照程序彭斯按照各个州英文字母的顺序就开始念一个一个认证，依次认证各个州选举人票。如果没有议员反对每个州选举人票的证书认证过程只需要1分钟时间那么昨天这个认证进行到第3个州，就亚利桑那州那么强力支持川普的共和党籍的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对亚利桑那州的选举人投票结果表示异议并以书面方式呈现。它是这样表示异议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众议员那么可以口头提出异议，这是一个第2个条件，参议院他的口头异议必须有另外参议院的议员以书面的方式呈现复议，那么这个表达异议就成立。如果这2个要件不成立，那么这个异议就不能成立，所以这个就无异议确认所以这是一个程序那么于是呢，当这个程序发生之后，就是如果有议员提出异议众议员提出口头，然后参议员提出书面，这个就成立之后呢，退场，然后就是众议院跟参议院分别回到各自的会场进行辩论，然后投票绝对多数就过，不能多数没有多数，没有达到绝对多数就否决那么当他就是进入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异议各自退场进行辩论就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什么？发生了这个示威者闯入这个国会大厦的事件2点多钟的时候，那么过百名示威者冲过警戒线爬墙破窗进入大楼，那么还一度占领了这个议场。主持计票环节的副总统这个兼参议院议长彭斯在特勤局的人员保护下离场。
那么聚集在国会大厦众议院一侧的国会议员们也被疏散到国会大厦的安全地带。那么国会大厦史无前例的被闯入造成这个确认程序的中断，以及造成4人死亡。那么4人死亡是后来确认，那么震动了全世界那么这个程序一直到晚上8点一直到晚上8点，这个国会大厦被清理，那么危机解除，恢复安全和秩序。参众两院的国会领导人就是宣布继续召开联席会议议员们陆续回到众议院那么国会闯入事件发生之后，华盛顿特区和周围部分地区从1月6号晚6时到1月7日早6时实行宵禁。当晚，华盛顿特区政府宣布，这一公共紧急宣布就是当地进入公共紧急状态，保持15天，直到美国总统就职的1月20号那么当晚的11点钟左右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继续之前这个程序清选举人票的清点程序在这个程序之前总共有13名参议院共和党表示参议院的共和党的参议员表示，他们会以书面的方式反对选举结果，就是在这个程序之前那么他们陆续表态，我们会书面反对那么闯入事件发生之后，多名共和党议员撤回原来的立场，会放弃对一些特定州选举人结果发出反对意见书那么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改变了很多就是共和党参议员的立场那么只有刚才说亚利桑那州发生了一个反对，只有宾夕法尼亚的州的选举人票，那么也就是说众议院有共和党籍的议员这个口头反对，然后参议员共和党籍反对那么书面反对，形成了一个辩论和投票那么只发生了一次，本来理论上应该发生多次，但是没有发生那么其中包括什么呢？其中包括1月5号在关键摇摆州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中意外落败的 Kelly Loeffler 那么他在他的推特上他这么说，他说今天发生的事件使我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决定现在我无法在坚持良知的情况下还反对选举人团投票的认证那么多名共和党议员放弃反对选举人票认证之后，国会认证程序的推进比之前就快了很多那么其中包括乔治亚州、内华达州、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在选举人票在清点的时候，共和党众议员提出口头反对，但是因为没有参议员书面的复议，所以反对无法成立被彭斯驳回那么在书面反对成立触发两院辩论投票的这个2个州，亚利桑那州是这样，众议院303票对121票否决，参议院93票对6票否决那么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282票对138票否决，参议院92票对7票否决那么大约在1月7号凌晨3点半，那么佛罗蒙特州投给拜登的选举人票得到确认，那么拜登和哈里斯
得票就超过了270票，跨过了获胜的门槛。到美东时间凌晨3点40分，那么作为参议院议长的这个副总统彭斯，在清点完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所有选举人团投票后，彭斯在国会众议院议场的主席台上认证，拜登以306票选举人票击败232票的川普彭斯宣布，拜登和哈里斯正式当选美国下任总统和副总统，任期自2021年1月20号开始。参议院议长宣布选举人团的这一投票结果，应当被视为美国下任总统和副总统当选的充分宣告随后，在律师率领在场的议员祷告之后，彭斯宣布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结束至此，拜登在这场充满风波的美国大选中胜利那么得到最后一步法律程序的确认那么这个结果就得出了那么美国国会确认拜登胜选之后川普总统发表声明接受选举结果。他在声明中说，虽然我完全不赞同大选结果，但事实正如我说的一样，在1月20日会有一场有序的权力交接。虽然美国国会认证的结果代表了美国历史上最棒的一期任期的终结，但是这只是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之战的开端这个新闻其实很简单，2件事。第一件事，美国选举结果已经得出，一切都结束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今天开始那么美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个篇章，那么所有过去的纷争、不快、愤怒都随风而去美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拜登作为新任总统，他将面对3个主要议题。第一个议题，要让美国人重拾对选举制度的信心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美国选举制度面临改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拜登政府需要面对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疫情本身，以及疫情对美国经济、对美国社会带来的冲击，这是第二个议题。第三个议题，美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这也是川普总统留下的政治遗产，就是他怎么带领美国去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也就是说，拜登政府要在这3个重要的领域采取非常强有力的措施应对这就是我们今天报道这个美国总统选举的最后一步走完了好，这个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面就讲川普临别一击联合国大使访台美国国务院1月7号凌晨发表蓬佩奥总统就是1月6号的声明那当然他1月6号的声明是为了赶到因为1月6号发生了香港的大规模的这个拘捕行动，那么蓬佩奥特地把这个声明赶在这个1月6号发布，然后通过这个美国国务院在1月7号的凌晨公布这个声明那这当然是要赶个时间那么香港警方国安处一口气抓了53名香港民主派人士那么他
蓬佩奥马上发表这个声明啊，他其实是拖了很长时间了啊，老实说，真的是很久啊。他声明中这么说啊，他说，香港当局逮捕50多名政界人士和民主活动人士，做法令人愤慨，这也是对中共无视本国人民和法治的警醒。声明说，必须立即无条件的释放这些被捕者。蓬佩奥说，美国将对参与此次攻击香港人民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包括研究如何对香港驻美国经贸办事处的实施限制，对损害香港民主进程的官员立即采取行动。那么，具体行动怎么样没有说啊，但是蓬佩奥是说要采取行动啊。1月6号啊，这个抓了53个人之后，反应最快的是谁？反应最快的是拜登政府的后任国务卿，叫布林肯。布林肯在他的推特上很快就做出回应，他这么说：大规模逮捕民主派人士是对那些勇敢推进普世人权的人们的攻击。拜登哈里斯政府将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北京对民主的镇压啊，这个表态最快啊。然后但是其实呢，香港国安处啊，警方的国安处呢，对53人逮捕之后，其实呢，他没办法立案，他没办法去法院告不起来，因为什么？不成立啊，不成立，最后还是让这53人陆陆续续让他们保释啊，这是一个简单粗暴、相当弱智的一个行动啊，这是相当弱智的行动。蓬佩奥在声明最后说啊，美国支持香港人民和所有渴望和平的人。基于这个精神，我非常高兴地宣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利·克拉夫特即将访问台湾。他说，台湾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和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尽管中共在大力削弱他取得的巨大成功，台湾依然兴旺发达，展示一个自由的中国可以取得的成就。那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美国的，他是一个美国内阁级别的官员，他不是内阁成员啊，内阁成员都是部长啊，他不是部长，但是他是内阁级别的美国官员，排在他前面的是谁呢？白宫幕僚长啊，然后是贸易代表，然后是情报总监，然后是驻联合国代表，所以实际上他是美国政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啊。那么去年8月，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当时的这个冲击就非常的大，因为大家知道，卫生部长是非常重要的阁员啊，那么阿扎尔是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第一名访问台湾的美国部长级官员。2014年，奥巴马总统任内，环保署署长麦卡锡访问台湾。2000年，克林顿总统任内，运输部长斯雷特访问台湾啊。那么实际上是美国的历届总统都有阁员访台的记录啊。那么克拉夫特去年9月份和这个驻纽约台湾的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李光章共进午餐啊。那么克利夫特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啊。那么这件事情呢，你可以看到啊，在川普总统渐渐的离开这个白宫的这个过程当中，川普政府并没有停下来，他不断的采取各种措施。这些措施的特点是什么？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主要是针对政治影响主要是针对政治影响。你比如说像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访问台湾，有没有议题呢？有议题啊。当然这个议题是什么议题？这个议题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帮助台湾重返国际社会
这是对中国大陆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那么大家知道啊，中国大陆在对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核心的打压是什么？就是国际空间、国际社会、国际生存空间，这是中共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对台湾的最有力的武器。那美国在这个方面的动作，其实，这首先是政治性那么其次就是有具体的影响这是第一个就是在川普慢慢的、渐渐的离开白宫的过程当中这个川普政府的各项措施主要是政治性的措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我经常讲，川普的这些措施目的就是一个是什么？垒高政治堤坝，也就是说也就作为一种政治遗产吧，就为他的继任者提供一个政策路径那么这个政治路径，也就是说，当他要改变这个路径的时候，你的堤坝越高，它的改变路径的成本越高，所以它主要是这个目的，这两个目的那么这件事情，我相信大陆方面也不会做出太激烈的反应，因为他知道川普要离开那么他也要观察。但是，海峡两岸就是大陆方面的这个军机不断扰台的这个军事压力，他会继续保持但是他不会采取什么特殊的行动针对这件事情这是第二件事至于说香港制裁这个香港的官员，我不欣赏这种态度因为这种态度敷衍了事。如果美国真的要就香港的这种行动采取回应，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单一事件首先，香港警方国安处逮捕53名民主派人士，这是港版国安法在香港通过之后，中共在香港采取一系列高压措施的其中一个步骤这是除了恐吓、威吓香港人之外，其实没有更多的用处，它就是吓唬香港人。那么其实在香港港版国安法通过，从它酝酿到通过到实施到开始动用港版国安法对整个的香港民主派进行全面的迫害，并且破坏香港现有的政治体制，这一系列的过程其实是从去年3、4月份开始酝酿一直到现在，那么已经有这么长时间，美国政府的态度其实是我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就是口惠而实不至，就采取一系列的政治姿态性的东西，没有采取能够直接让这个香港当局以及中共当局受到直接打击的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完全都没有完全都没有。基本上你去看他就是喊口号、吹喇叭而已没有动作。所以我对蓬佩奥讲的这个关于香港这部分我不欣赏。第三个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那么这个会议是干什么的呢我今天也跟大家议论一下这个会议是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然后听取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汇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那么大家想一下，人大常委会党组汇报是谁？那肯定是这个人大的负责人，总共7常委，其中3个人在那汇报。这个会开了整整一天整整一天的时间。整个会议里面只有一个名字，是谁？就习近平，其他人都没有名字，只有习近平一个名字然后就是7个常委
那么其中栗战书是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是李克强，全国政协是汪洋。那么汪洋、栗战书、汪洋、李克强，然后最高检、最高法这两个是小萝卜头小萝卜头一起5个人在汇报工作，再加上一个谁？再加上书记处书记处是王沪宁那么政治局常委4个在汇报，加上两个小兵汇报工作，然后习近平在那听汇报这个会开了一天的时间，汇报工作这件事情发生了多长时间？18大到现在，18大定的这个制度每个月，去年也是1月7号开，今年也是1月7号开那么基本上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其他的功能，只有一个功能，什么功能？确认谁是老大就是说我要听汇报嘛听汇报肯定是老大听汇报，然后你们都来汇报情况那么在这件事当中，你看政治局常委4个在汇报，1个在听汇报，那就是5个。那么还有2个是这个中纪委书记还有一个就是韩正是副总理，那2个是没有条件汇报工作大概是一件这样，这个场景很滑稽。我去年也讲去年也看到这个新闻，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制度是一个非常滑稽的一个制度。那么会议指出我读一段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根本保证然后党中央每年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汇报和书记处汇报工作，是坚持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项重大制度性的安排那么这个安排跟去年一致连续应该是5年了吧连续5年了大概就是这样，跟大家说一下政治局常委开了一天会，就是确认谁是老大这个跟谁有点像？跟刚刚发生的美国大选是有点像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我在这里讲一下我们昨天的视频我们昨天视频得到了1000多个叫什么？叫点彩点彩。那我在这里呼吁我们的网友们昨天的视频当中去帮我去点赞好吗？这里有2点，第一点关于这次美国大选中间有涉及到一系列的争议对抗甚至是高强度的对抗，我认为都已经过去了那么我希望大家恢复平静，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来展现出应有的这种素养在这个问题上之前所有的争论其实都有一个结果，已经有一个结果，至于你接不接受这个结果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结果已经发生了所以既然是如此，大家就放下歧见，我们一起往前走。美国有了一个新的总统 OK 好吗？好，我们接着进入互动那看看今天有什么高论明线山晴我不知道怎么读山崎诺林塔卡亚马，谢谢观点，王老师在去年11月的节目上就说过了，能够理解川普选民的心情，但是和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一样，当时许多选民就是不满意萨尔科齐总统，所以故意投票给奥朗德。无论后者多么糟糕，川普和萨尔科齐一样处事高调，特别是与媒体不和睦。
结果被媒体一路引导而走下岗位。所以做民主国家的总统都必须考虑民意，不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OK， 观点，这次正式体现了美国宪政的伟大。不论谁是美国总统，而我们应当做的不是将其或类似的人奉为神明，任何的成果都需要自己的去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让美国乃至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去认识到中共的邪恶，而不是仅仅盼着一位圣人降临来拯救我们。我很钦佩美国人独立前思考自己有没有道德，我们现在也在经历同样的时期，非常正确。观点，川普失败在于没有国家的观念，过于自我。观点，我绝不会因为我的支持的候选人落选了就说大选是舞弊的啊。情绪冲击国会的行为致使川普失道寡助，惨败，遗憾，心痛。观点，本来我不怎么喜欢拜登，但是和现在的川普比，我觉得他怎么也不能再烂啊。观点，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我希望美国人民，特别是川普的支持者团结一致，共同监督拜登政府。如果4年后认为拜登政府做得不好，他们还可以用选票把他拉下台。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而放弃，不要对民主失去信心。现在拜登政府在参众两院都占大多数席位的形势下，比以往更加需要人民的监督。希望下次美国大选可以出台一些措施，让大选更加透明和公正，杜绝舞弊的可能性。好，我觉得这几个观点都非常的有见地，有理性的光辉啊。观点，尽管川普4年极力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但这一次最终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战胜了川普政变的企图，经受住了考验，由此也看到司法独立是何等的重要。观点，川普在流血事件后发生时，已经注定不会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不过他留下的国策影响巨大。现在美国最重要的是解决美国人对大选不信任的问题，非常正确。观点，虽然有风波，但最终川普还是认可了结果，这个我还是点赞的。同时我要踩一脚席，没干2件正事就整天考虑要不要让自己死在龙椅上，不要脸。观点，2020年的疫情彻底让国际社会看清中共的意图，抵抗制裁中共将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目前还没有看到拜登政府全面的对华政策，希望能够顺应这个政治正确的和民意，采取实质的措施对中共进行打击。虽然对于这一点我不抱非常大的希望。观点，那些脑子里还需要精神领袖和离开个人崇拜就难以呼吸的人士，请多多吸收各方面的信息，不要老集中在一个圈子里，这样会越陷越深。观点，川普是商人，不是政客，更谈不上政治家，总统任期晚节不保，实为可惜。当他坐上总统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是个政治家啊。他是不是政客？有人经常讲，川普他是政治素人，所以他很多行为和一般的政客行为不一样啊。那在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啊，就是说，当然，作为一个政治素人，川普有些表现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啊，但与此同时，他也犯了很多低级的错误。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川普是不是有理由这么干，或者是有理由犯错，或者有理由超出预期，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大家要知道，他是个美国总统，他对全世界影响至深，所以他是谁，他出于什么意图，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出来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是美国总统。
他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资源，所有的人，美国人民，包括美国的盟友，都会按照最高的要求去要求美国的总统。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用再去讨论，他是什么背景，所以他做的什么政策，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背景、他的性格去分析，他可能会出什么政策，或者他出这个政策背后的动机或者方式是什么，但是绝对不会成为理由，是任何理由都不成立，因为他是美国总统，没什么好说的，他有那么多的资源，他想要任何人给他做参谋，任何人都不会拒绝他。所以你想想看，最高的要求，最高的这个能力的要求，最高的道德要求，这是跑不掉的。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一点，不要去选美国总统。你做不到的话，就不要去选。选了你就必须做到，你没有做到就会骂得狗血喷头。这个岗位不好做，但是做上去也是很厉害啊。观点，我看王老师节目很长时间了，很少看到有几个拜登粉，正常的人不可能那么快转变立场。这2天群里冒出这么多，我怀疑是五毛在搅局并制造混乱。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啊，请大家正向思维，然后正向表述啊，不要去说反话，不要去讽刺挖苦，去正向表述就好，好吗？观点，中美属于你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财团华尔街啊，我很难想象没有在中国的投资和资产，我觉得这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原因，因为实质会伤害这些人，而他们对政府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其实近2年来，左右两派都有剔除金钱影响政治的草根运动，但是很明显，他们又受到挑剔，互相争斗，左骂右种族主义，右骂左社会主义。我们受到很多的，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的国家啊，政府是受资本家控制的，我们从小就受这个影响啊，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觉得华尔街对白宫的影响至深，因为他们最有钱，或者翻过来讲，白宫是被华尔街控制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通过这次大选就知道，虽然川普总统很在意股市，很在意股市的指数，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川普总统在乎道琼斯指数的原因，根本不是在乎华尔街的感受，他根本是在乎股票指数反映了他的政绩，理解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搞明白一点。川普总统非常在乎道琼斯指数到底是多少啊，他非常在乎这一点，所以因为他是用这个来表达他的政绩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川普执政期间，华尔街对他的影响力非常小，华尔街对他影响力基本上连搭都搭不到，我认为他们连搭都搭不到，所以我认为大家对美国的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一个白宫的运转方式，或了解美国政治的运作方式，包括为什么川普被排斥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川普讲这个排干沼泽这种民粹主义的口号很受欢迎，很受用。民粹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民粹主义的口号。沼泽是什么？那就是美国精英了。但是如果你把美国精英赶出美国的核心权力中心的话，你去看一下这次打疫苗的情况，你就知道，如果没有精英去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有疫苗你就打不完呐，这个管理就是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什么呢？美国的精英
它是保持美国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美国精英也会腐败，也要对他们进行监督，就是这。但是你不是说我因为他会腐败，所以我就不要他，不要他，你怎么保持美国的竞争力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啊。中文媒体经常有两个极端，一种极端就是极端中共洗脑，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极端怀疑主义。极端怀疑主义，当然中国人就是怀疑主义，中国人是神秘主义的信奉者。为什么？因为他在他成长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他面对的都是一个阴谋结论、阴谋局面，所以中国人是最接受阴谋论。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去看待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距离是非常遥远啊。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特别要小心中文媒体啊，你看到的中文媒体特别要警惕啊。观点：中共欺负打脸的是英国，撕毁中英联合声明，英国一个字都不敢说啊。事主英国要先站出来对付中共，美国才有立场加入啊。为了香港真正对付中共，英国都不愿意面对中共了，要怎么样怪美国？我没有怪美国，我不是站在香港的立场上去怪美国，我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去怪总统。OK。问题，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走向？是否会对中共造成打击？我有一期节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首页上有一个列表，就是关于中美关系的列表，里面有一集节目，就是我给下一任美国总统的政策建议。这个政策建议主要是针对中美关系啊对华政策的政策建议。那么这是我的一个在选举结束之后做的一个节目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至于说拜登上台中美关系怎么走，我不知道。虽然看到一些迹象，我们也做过一些节目，大家也可以去往回看，就是关于拜登的一些中美关系的对于对华政策的一些迹象，我根据那些迹象是做过一些节目，但是要系统的分析他的政策，我认为要等拜登自己出来向大家陈述更好。我之前已经有一些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好吗？观点：支持王先生客观理性的观点，已去昨天点赞，请大家点赞，谢谢大家，谢谢啊。观点：希望华川粉可以冷静，想想你们支持川普的原因是什么，并停止借题发挥，污蔑香港。你们这么做比五妈还恶毒。观点：拜登已经确定上台，做得好不好，稍安勿躁，看着啥都没有做就给别人扣帽子，这样不道德，非常对。你让别人做一下嘛，他没做上去呢，政策都没有，你怎么去给别人说啊？先等他做，先看他做出些什么政策来，我们再来评价啊。我不会客气的，对川普我不客气，对拜登我也不会客气，就像我对习近平也不客气一样啊。情绪，拜登已经当选，可以接受。下一步看拜登如何面对美国人民对选举公平的质疑和如何改进选举制度。在这件事情上，美国总统可以做的其实有限啊，有限在哪里？美国总统可以做一件事情，推动这件事情的往前走。为什么？在美国的选举制度当中，其实最核心的制度在哪里？在州。选举本身是州事务，所以要推动这种选举其实不容易啊，不容易。那跟中共不一样，一拍脑袋，明天把它改了，明天真把它改了。美国不是，美国它有非常长的这种民主政治的历史，这历史有传承啊，所以要推动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但是可以去做。美国总统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啊。观点：我是川普支持者，听王老师上期讲国会的节目，我心情沉重，但我深知
我们对川普的支持本质上是对正义战胜邪恶的向往，是对美国消灭 CCP 的渴望。4年来，川普挥舞大棒的时候，我们欢呼振奋；川普不顾大义与狼共舞的时候，我们痛心疾首。我支持川普，但我更希望有一个坚定维护世界人权正义，能清醒认识敌人，团结盟友，一致对敌的美国总统。我不知道拜登是不是这样的总统，让我们拭目以待。非常棒，我支持你啊！观点：昨天发生的事情反而更加表现出美国国父们的伟大。200年前就明白政治人物对民众号召力的危险。在美国，即使极端的个人崇拜也不会危害宪政。王先生曾经说过，川普和习近平有类似的个性，都是强势人物。如果不在美国，川普也是个危险人物，好吧？观点：虽然我一直认为拜登是舞弊上台，但美国民主制度通过这次大选和昨天的事件表明他确实是坚不可摧的，有很多保护措施不让他被摧毁。观点：1月20号是川普任期的终结日，1月6日是他政治生涯的末日，他不可能重获共和党支持，4年后卷土重来了。我也同意，虽然川普不愿意，但是我认为川普的政治生涯昨天结束了啊。观点：美国现在需要和平，美国内部矛盾是 CCP 最希望看到，也是 CCP 一直努力的，大家现在需要冷静。非常对。观点：挺川的媒体我查了，相当一部分是法轮功背景，极其仇恨中共，看多了也会洗脑。本人不知道中共和法轮功的具体内幕，不做评论。到目前为止，大选舞弊等关键性证据，比如他们宣称的法兰克福服务器、大海妖、情报总监的报告都没有下文。如果确实属实，一定水落石出。虽然民主制度也有很多漏洞被邪恶的人利用，但我还是和王老师一样，相信美国的体制不会最后被中共颠覆。希望拜登上台后可以恢复美国老百姓对民主的信心。非常对，非常同意啊！观点：不管国会认证谁当选，都会造成美国国内短期局势的动荡。改革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恢复民众对民主选举信心的基础。应该这么说，国会认证总统当选是美国选举纷争的终点，也就是所有动荡的结束啊。情况：民主国家的选举有时候就是这样实现现实。坐标法国，我有个同事平时很聊得来，在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时，他没有投票给右派，原因是右派候选人前总理费永先生表示上台后会提高增值税，而我那位同事正好2018年准备买房，因为怕房价提高，所以他没有投给费永。所以并不是每位有投票权的公民都会长远看问题，大家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这很正常，很现实。所以民主国家的总统就要考虑民生，争取获得更多的投票权。那在这里大家还是有一点大家要小心啊！中共给我们洗脑洗了一辈子，洗什么例子？就是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当中共要让你牺牲的时候，就告诉你，我考虑的是长远利益，你需要牺牲一下眼前利益吧。大家要明白，没有眼前利益就没有长远利益，大家记住这一点。中共给我们洗脑洗了很多，就是说我们要考虑长远利益，不对的。如果大家都饿死了，你长远利益关我什么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摒弃中共的洗脑，就是民生是什么？所有的民生都是当下，都是眼前。一个总统他要考虑长远利益，没错，你可以去部署，你可以做准备。但是如果你说我要考虑长远利益，你麻烦大家牺牲一下眼前利益，这是不对的，眼前利益也不能牺牲。
你说啊，那我就做不到了，可以啊，那你就换一个能做到的人来做了。有人能做到，你能力不够，你就不要做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怎么能够让马又跑，又不让马儿吃草？就是要民主制度是什么？民主制度就是把那个最厉害的人逼出来。民主制度就是这个，它有无数的缺点，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优点，就是把最厉害的人逼出来，或者把这个人逼出最厉害的表现来啊。观点：川普虽然不专业又任性，但是这个任期改变了美国的战略，也间接改变了世界的格局，非常正确。川普在这件事情上有他的历史地位，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观点：发现很多人对美国法院的决定不理解。voter fraud 的指控牵涉到 criminal charge 刑事诉讼，你可以表达合理怀疑，但到法庭上，法官听取双方提交的证据时，考虑的是 beyond reasonable ground to believe， 对证据的可信性要非常高，合理怀疑到法庭不适用。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我不愿意和川普的支持者辩论的原因啊。在我的评论区，无数的网友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既然美国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舞弊现象，那我为什么要相信美国的宪法？那么这里面就变成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又复杂又简单。简单在哪里？你凭什么说有非常明显的大规模的舞弊现象？那有网友就说，那我们看到的，你看到了多少人？所以这个明显的舞弊或者大规模的舞弊现象，必须去法庭得到法庭的接受，才能够说这句话。如果你没有这个法庭接受的话，你可以在言论上表达，但是你作为一个凭证的话，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的话，你想得出另外一个结论的话，你必须有法庭的接受。所以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正确。所以很多的川普的支持者，我们在没办法辩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的认知实在不在同一个世界啊。你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那怎么去讨论？没办法讨论。要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是你说在那么多的媒体当中，你看到的一直在讲大规模的舞弊，然后你就认为那已经是事实了。但是这个世界还没有证明这一点，所以合理怀疑没问题，讨论也没问题，但是你要以此作为依据去改变这个结果的时候，你就要让法庭接受你的证据。有没有法庭接受？没有法庭接受，那就说明你的证据并不成立啊。观点：川普在整个任期内都在想着如何连任，相当一部分政策和决策受他这个欲望的影响，所以今天的结果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川普缺乏识人之明，用人不当，任期内高官过于频繁更换，疫情初期显得不知所措，缺乏判断力，说话不负责任，本来对他是有期待啊。观点：我觉得今天参议院的参议员们基本上表现都是很出色的。今天我看到了很多参议员的表态，不愧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对呀，那如果你把这些政治精英都当作什么？当作沼泽，要排干沼泽，那什么意思呢？那美国不就变成另外一个国家了吗？就是赤脚医生的国家了吗？对吗？你说呢？观点：川普的行为威胁美国的民主程序，现在直接威胁美国的安全，他应该立刻离开白宫。观点：你没有办法将
个人崇拜置于体制之上的人讨论问题，他们的思维跟文革小将一样。观点，我同意，在美国民主制度下选出来的总统就算不太好，但他在制度的约束下也坏不到哪里去。我们应该试想一下，难道为了一个我们自认为了不起的总统，就值得违反宪法和民主选举去孤注一掷吗？观点，拿不出舞弊的证据又死咬住舞弊不放，这就是川粉无法自拔的原因。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啊！观点，台湾的反共意识已经成为国际反共的试金石。要知道世界各国或组织是否反共，就看看他对台湾的态度就知道。OK， 观点，看看这2天国内新闻，什么川普政变失败了，美国完蛋了，我就想笑，可是笑不出来。国内各地又开始进入封城节奏，没人说这个，都在说大洋彼岸，无法理解。所以我在关注疫情的发展。疫情的发展，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节点。为什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河北发生的事情，那么河北会进入，我认为光封石家庄不会只封石家庄，可能连邯郸其他地方都会一起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还是那句话，当没有全民免疫的实现的时候，所谓的清零都是暂时性的，它一定会找个适当的时候又跑出来，这是流行病学的常识。那么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不是对于中国，对于美国也是一样，只能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和时间赛跑，快速的去接种疫苗。我认为川普政府在这件事做得很烂，很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没有派专业人士去做这件事情，他派了一个他觉得行的人，那就肯定是不行啊。所以一定要安排专业人士全力以赴跟时间赛跑打疫苗，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还是要呼吁大家保持警觉，保持社交距离、个人卫生、戴口罩、勤洗手，就这3条，没有别的。我们只能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做这种事情啊。观点，看王老师的视频1年了，第一次留言，川普的确是败笔。提问，我老婆是个粉红，我每次跟她说美国的优势是有选票，她就说如果中国有选票会出大乱子，因为中国人素质太低。请问怎么跟她讲这个道理？让她去看台湾呗。台湾5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教育水平不比中国高很多，中国大陆高很多，大家差不多的50年代。那么到现在什么情况？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啊。明谢 blank 钱，谢谢啊。于滋滋滋，谢谢 Mina 张，谢谢九思，谢谢王老师辛苦，谢谢啊。姥姥王，谢谢。不要期待外国势力，中国人唯有靠自己，非常正确。Flora Lee， 谢谢。为什么这次不能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舞弊？当初通俄门没有证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专门调查。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好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